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26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独家洞察：为什么中国股市涨少跌多？2000年千禧年，上证指数曾涨上2000点，收盘于2073点。12年后的2012年底，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证指数当年收盘于2269点。12年间，指数基本没涨，显然与当时中国 GDP 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相背离。2012底年到2017年底，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之中，上证指数曾走出一轮牛市，最高点是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的5178点。但是在下一个交易日6月15日星期一，也就是习近平的生日，中国股市开始暴跌，发生了著名的股灾。2个月后，上证指数最低跌至2850点。其后至今的7年多时间，上证指数没有牛市，也没有熊市，而是像一只猴子一样围绕3000点上下跳动。今天2023年5月4日收盘于3350点，显然也与过去7年中国经济的走势背离。本文是和平先生的命题作文，旨在解释为什么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为什么与宏观经济背离。具体的说，为什么跌多涨少？为什么不能像道琼斯指数一样有一个明确的上涨趋势？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比如说，我有一笔存款，存在银行里利息不高，我自己又没有创业的能力。此时我发现和平先生的中国简报是个好项目，却需要募集资金。于是我将存款入股这个好项目，成功后我获得分红，和平先生的项目也蒸蒸日上。我本来闲置的资金配置到了好项目上，取得了良好的回报。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股市将投资者的资金匹配到好的项目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股市诞生至今，其基本功能不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而仅仅是为融资者服务。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定位是为国有企业解困。当时大量国有企业因为体制、机制的原因，经营面临困难，银行堆积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不良贷款。国有企业继续从银行融资，难度变大，但是在保持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发行一部分流通股，卖给投资者，融来的资金是不需要像银行贷款那样还本付息的。20-30年后的今天，中国主要的国有企业都已在股票市场上市。目前中国股市的基本功能是帮助在银行体系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大量民营企业。中国的银行体系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融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一家公司符合了上市标准，也需要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才能上市，这样的机制称为审批制。中央政府对中国证监会的考核标准是审核发行股票的支数和融资总量，而不是当年上证指数的涨幅。功能畸形的市场和畸形的考核标准意味着：一，按照经济学的术语，一旦中国股市走好，市场变暖，中国证监会总是不能承诺不 unable to commit not to 发行新的股票。股票供给的增加显然会拉低指数，让市场转冷。这种不能承诺不的天然缺陷，意味着上证指数很难像道琼斯指数那样走出长期持续的牛市。打个比喻，中国股票市场好比一锅饺子，上市的股票好比锅里煮熟的饺子，没上市的股票好比锅外生的饺子，锅里水的温度好比上证指数。一旦水温增加，变得沸腾牛市，证监会做的总是大量往锅里下生饺子，水温随之降低，很难持续沸腾。二，尽管上证指数不能持续上涨，总处在猴市之中，但是如果读者绘制一下每年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以及每年融资的总额，会发现这个变量与道琼斯指数相同，有明确的上升趋势，甚至比道琼斯的走势还要陡峭。中国股市跌多涨少与宏观经济背离还有其他几个因素，比如上市公司的质量差、治理水平差、分红较少，
股票市场监管水平差、市场操纵等等。但是与股市功能基本定位的问题相比，都不是主要因素。行文至此，媒体上刚刚宣布长期负责股票发行工作的中国证监会前任领导朱从九先生被中纪委调查，腐败丛生的股票发行审批制也将很快走入历史。清理股票发行环节的腐败，或许有助于提高新发行的股票的质量，好比生饺子的质量变好了。但是如果不能承诺不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股市仍会像一锅很难持续沸腾的饺子一样，长期处在非牛非熊的吼市中。本文作者李卫军，中国简报特约经济学家。油价，去年的痛苦之源已经大幅下降。纽约时报，由于石油供应过剩和随后的价格下跌，美国普通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现在比去年同期低$1加仑。与去年相比，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情况。当时价格飙升，司机在5月份为每加仑支付超过$4.60，到6月第2周价格达到$5。专家预测，在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里，汽油价格将保持在同一水平。上个月汽油需求增加 ，AAA 预测假日周末旅行比去年增加7%。众所周知，汽油价格会对低收入群体产生心理影响。与富裕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倾向于将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能源。但美国人总体上已经开始改变他们购买燃料的方式和地点，偏爱大型厢式零售商和连锁超市，通过从炼油厂大量购买汽油来提供更低的价格。随着股市再次出现抛售，中国多头正在退缩。彭博社，花旗集团的配置团队已将其对中国股票的增持评级下调至中性，因为 MSCI 中国指数自2019年12月采取该立场以来已下跌 2.5%。该银行认为，与其相信中国的复苏故事，还不如相信没有任何意义大规模刺激迫在眉睫。Jefferies Financial 的克里斯托弗·伍德也在不到2周的时间内第2次减少了他在市场上的增持配置，转而加倍看好印度、韩国和台湾。中国和俄罗斯是加拿大再次与沙特阿拉伯对话的真正原因吗？多伦多新报，专家表示，尽管存在人权问题，但与沙特阿拉伯恢复关系是加拿大向前迈出的正确一步。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加拿大宣布与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并任命大使，这是在裂痕5年后。此举出台之际，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正寻求让沙特成为该地区的能源强国。批评人士说，此举将经济因素置于人权之上。葡萄牙为禁止华为进入该国的 5G 网络铺平了道路。金融时报，葡萄牙政府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委员会文件，制定了一项限制在该国使用高风险 5G 硬件的计划。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对华为设备的禁令。如果正式实施，该禁令将是其先前对华为立场的重大政策变化，也是中国在欧洲雄心壮志的挫折。葡萄牙的3大移动电信公司是 Altice Portugal、NOS 和 Vodafone。Altice Portugal于2018年与华为签署协议，在其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受制裁的中国股票突然赢得爱国买家的提振。路透社，中国的投资者通过购买当地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股票，越来越多地支持北京在其与美国和日本的科技行业争端中。由于日本对23种不同类型的芯片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而美国在北京禁止美光科技后威胁要制裁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科技，国家宣传一直在敦促投资者将长期资产配置放在一致的位置与国家的需要。由于日本的限制， Nova Technology Group、ACM Research Shanghai 和 Piotech 等公司的股价上涨。摩根士丹利亚州裁员包括主要中国银行家和6位董事总经理。彭博社，摩根士丹利将裁掉至少6名董事总经理，作为其亚洲业务更广泛重组的一部分。此次裁员包括该行的一些主要中国银行家，而且随着交易减少以及中国经济放缓因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而加剧，该地区更广泛的裁员速度加快。裁员范围将扩大到北京、香港和上海的银行家，这是到本季度末裁员约3000人的全球举措的一部分。中国重新开放推动泰国工业用地需求。彭博社，泰国最大的工业地产开发商 WHE Corp 预计，中国投资者对土地的需求将激增，他们希望在中国境外实现工厂选址多元化，大力推动电动汽车 VE 和电池制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国外预测2021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将超过1200至1300莱斯，
占其全年目标1750莱斯的近75%。这得益于中国公司的强劲需求以及边境的重新开放，将游客和投资者带回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泰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减少其科技产业对在中国投资的依赖，以赢得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领域的竞争。美国会后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阻挠中国。日经亚洲文章讨论了美中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潜在影响，以及在监管技术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作者认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地位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依赖美国技术的货币问题。作者主张就 AI 监管和标准进行全球对话，以防止某些国家的不平等访问和支配。新加坡与上海签署新的中国 ETF 互联互通协议。金融时报新加坡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寻求通过建立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计划来深化跨境互联互通。两家交易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建立了组织基金模式的 ETF 计划，允许彼此市场的投资者通过支线 ETF 投资本地上市的 ETF。在新加坡上市的 UBAM PNT Next ETF 的资产在去年11月上市2周后飙升 244%。此后，南方东英资产管理公司推出了2只在新加坡上市的 ETF。不战而胜，为什么中国正在探索认知战？日本时报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 正在探索一种被称为认知战的智能战争形式。这些行动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虚假信息和深度造假等技术来操纵其竞争对手的思想。该方法将帮助北京影响决策者，操纵台湾舆论，并抹黑美国支持台湾的努力。解放军正在积极考虑将认知作战作为与陆地、海上、空中、网络和太空并驾齐驱的新战争领域。军事情报专家、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高木浩一郎表示，中国已经收集了大量美国公民和官员的数据，为影响他们奠定了基础。美国和中国在罕见的华盛顿高层会议上解决贸易紧张局势。金融时报本周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会面时，中国商务部长对美国近期在半导体等领域的出口管制以及出于安全目的对境外投资的拟议审查提出了担忧。尽管如此，双方都承诺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这次会议召开之际，工业化国家 G7 集团在周末批评中国的安全问题。分析人士表示，双方都在努力稳定他们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在11月访问美国。拜登的顾问表示，他不想将盟友拖入美中之间的轻率冲突。卫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东亚事务高级主管埃德加德·塔根 Edgar Kagan 表示，在2个超级大国之间非常激烈的竞争之际，美国总统乔·拜登希望为盟友和其他亲密伙伴提供喘息空间，以便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大洋洲在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战略主任米拉拉普胡珀表示，虽然拜登最近的评论是和解的，但重要的是合作伙伴和盟友不想让他们感觉自己被轻率地冲突践踏了。拜登缩短了他的印太地区之行，以专注于债务上限谈判，推迟了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访问，并取消了计划在悉尼歌剧院举行的4方峰会。尽管如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表示，美国在该地区仍然是一支稳定的可预测力量。乌克兰应该将战争带入俄罗斯吗？彭博观点，乌克兰可以使用威胁入侵者基地的 Sipionik 战略，迫使其全部或部分撤出原先的前线，以保护其后方，对抗俄罗斯。这将涉及在俄罗斯境内开辟前线，但如果乌克兰采取进攻策略，西方国家，包括担心北约可能被拖入与俄罗斯的枪战的风险，将撤回其支持。相反，乌克兰可以使用西方坦克通过扎波罗热开往阿索夫海，切断俄罗斯人在卢甘斯克和克里米亚之间建造的路桥，对克里米亚发动攻势。这将切断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补给线，使俄罗斯在赫尔松和克里米亚半岛的阵地从长远来看无法防御，并可能迫使普京进入和平谈判。乌克兰不能直接攻击俄罗斯，也不能鼓励反普京的代理人为他做事，但是他必须证明他纯粹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目的是赢得全球支持。中俄靠得更近了，但靠多近？华盛顿邮报在西方对两国实施经济制裁之际，中国和俄罗斯加强了联系。自2014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接待了最高级别的俄罗斯官员访华。
克里姆林宫希望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为期5天的访问能够增加北京和莫斯科19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该访问见证了协议的签署以及俄罗斯商界精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国官员被视为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希望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两国及其邻国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市场，以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然而，专家警告说，鉴于莫斯科的自然资源必须依赖中国买家，中国可能会持谨慎态度。尽管如此，今年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出口预计将增长 40%。两国举行会议之前，7国集团 G7 富裕的民主国家谴责俄罗斯的侵略，以及中国侵犯其国民的人权和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CEO 表示，百度将很快正式推出生成式 AI 模型。路透社，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宣布，这家中国搜索引擎巨头即将正式推出 ERNIE 3.5， 这是一种生成式 AI 大语言模型，将升级其搜索引擎，并为百度的 ChatGPT 类应用程序 ERNIE Bot 提供动力。ERNIE Bot 和其他人工智能产品自2个月前首次向公众展示以来，一直处于试用模式，只有少数用户和公司提供反馈。中国企业在印尼新首都寻求机遇。日经亚洲，据报道，中国企业热衷于参与印度尼西亚的资本搬迁项目，官员们正在努力争取外国投资。印度尼西亚计划将其首都从雅加达迁往婆罗洲，并计划在2024年初在那里建造一座新的总统府。虽然努桑塔拉的选址缺乏基础设施，投资者仍持谨慎态度，但中国公司有信心可以提供帮助。中国东方航空 C919 将于周日首航。路透社，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将于5月9日星期日启动中国国产载体喷气式飞机 C919 飞机的首次商业飞行。该单通道客机由中国商航集团制造，将与空客 A320neo 和波音737 MAX 展开较量，打破空客与波音在全球航空制造领域的双寡头局面。虽然在中国组装，但 C919 依赖西方部件，例如通用电气的发动机和霍尼韦尔国际的航空电子设备。一些人警告说，这会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中国顶级评级公司下调美国评级，以应对全球竞争。彭博社，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已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 AAA 下调至 A1 加，将美国置于进一步下调的审查中。然而，市场对中诚信国际的决定没有任何反应，因为该公司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行动发生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相互指责之际。值得注意的是，两国一直公开指责对方经济胁迫，而北京则利用债务上限之争批评美国对全球金融稳定的管理。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obrief.com